想想你呀，想想你。浙西南深处的丽水沁园，山野广袤，古老而神秘，涌动着生命的气息。这是菌类的秘境，时间和温度的博弈，酝酿出人间珍馐。香菇，世界第2大食用菌，肌理郁结，芳香韵味，素有山珍之王的美誉。800多年前，香菇始祖吴三公发明剁花法，成功栽培出世界上最早的人工香菇。从此，香菇种植技艺从这里发端，也从这里走向世界。沁园县龙岩村地处浙江第2高峰百山族北麓，这里至今保持着最原始的习俗。每年8月13日，龙岩村的孤神庙会又迎来1年1度的秋季。齐我之源，德风庇佑。响声响，响声。吴水茂，龙岩村人，香菇山歌非遗传承人。他歌里唱的人就是吴三公。当时吴三公发明这个东西，吴三公发明香菇以后，香菇要唱这个东西是上祖辈留下来的，所以山歌呢是一种特殊做香菇的特殊生活。被誉为孤神的吴三公为何被世人敬仰？这要从吴三公的发明剁花法说起。在一次山上打猎烧炭期间，他偶然发现倒伐的阔叶木表皮伤口处长出一种菌类，芬芳扑鼻。受自然点化，吴三通过砍树反复实验，发现在倒木上多砍花，就容易多长出香菇。通过长期的实践，吴三总结了做墙、剁花、遮衣、精训等制菇特殊技艺，俗称剁花法，开启了人类栽培食用菌的历史，更是为人类开辟了崭新的食物园。元代著名农业家王真在农书《君子》中就有人工砍花栽培法的记载，这是迄今为止最早记载有关香菇栽培的史料。吴三深知给予才有索取的道理，对菇木采取伐大留小，倒伐的菇木并不搬出山林，直接在山林中分解腐烂，在收获香菇的同时增加土壤腐殖质，为林木再生长提供肥力。森林与香菇互利共生，实现了对生态环境零破坏，体现出高超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智慧。吴三公不但是个农民，他是个农业科学家，敏锐的眼光，精密的思考。你不看到以后呢，他一定要思考为什么。800年来，沿着吴三公的足迹，沁园菇民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到全国各地种植香菇，形成了以香菇种植和贸易致富的菇帮，香菇产业由此兴旺起来。枫树落叶，夫妻分别；枫树抽芽，丈夫回家。
这是菇民冬去春来的候鸟式种菇生活。去菇寮路途遥远，山路漫漫，崎岖难行。这一切的艰辛和危险，对于菇民来说习以为常。他们个个都是野外生存大师。菇民借山而居，依山劳作，与森林常相处，与香菇共生长。菇寮是菇民们生活和工作的重要场所。在菇寮里，菇农可以生火做饭，也可以烘焙香菇。在这片原始森林里，他们体会生活的不易，迎接美好的曙光。我哋新来到嘅思维困难是比较多。今天，在香菇始祖吴三公的老家龙岩村里，村民正在商讨一个计划，准备建设吴三公故居。这是龙庆景3县吴氏宗亲和菇民的共同心愿。但是筹集建设资金遇到了难题。我这个地起到里，衡量是比较多，按你来详细表个他乡。地人啊，地人去找这地，我觉想是吧？我觉上家。你那个到这块使用于绝哈，各大师的们按那种可快大家有分的绝分的，那个人没上来。你给我走吧，看辅导的，你要等一不等一？等一，我等一，等一哈。那你干嘛别给等了你？在政府和社会各界大力支持下，几个月下来，100多万的捐款爱心汇聚，承载着菇民心愿的吴三公故居终于开工了。我这个故居已经基本上建起来了。下一步，我认为是吴姓乡的子孙，还有社会各界的是含糊大量的状况，所以把这个事做好，做好我们是吴三，这也是功德。So many things you can do with fungi, and this is what keeps us up at night. Fungi for food, medicine, textiles, fiber, packaging. 吴三公的功劳则被千秋，传播海外，促进了世界其他地区食用菌产业的发展。这里是西班牙的一家中餐馆，厨师正在做一道菜——双爆牛肉。其中最重要的食材就是香菇，每天这道菜总是供不应求。这个香菇呢，我知道它来自于中国，非常的好吃，它的结构非常的好。大家稍微把它注意一下，注意一下啊！牛肝菌可以上菜了没有？牛肝菌。庆元厨师朱卢弟正带领着团队准备操办一场百菇宴。稍微注意一下啊！蒸、煮、炸、炖，各种不同的菌类交汇调和，口感淡雅、香气沁脾的香菇，成为这场宴席上不可或缺的佳肴。Delicious, a wonderful meal. 水煮或者清炖香菇，这种最为原始的烹饪方法，才能真正品尝到香菇的美味。人类食用食用菌有着上千年的历史，在日益注重科学饮食的今天，香菇契合了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人类一荤一素一菇最佳的饮食结构。香菇不仅为营养食品广泛被食用，而且还有特殊的药用价值。《本草纲目》认为香菇性平、味甘、无毒。本经冯源称香菇大益胃气。近代科学的发展，证实香菇能降低胆固醇，
还含有各种对人体健康有益的糖类。香菇 as not just nutrition for the body, but also as a health product that will improve the health of those people who consume it on a regular basis. 又到了3、4月种菇时节，今天林海要帮父亲运送菌棒。用木屑栽培香菇已成为主流，每天这家菌棒厂要出产1万段菌棒，以满足菇民的需求。每年最热闹的莫过于种香菇的时候，村子里各家各户相互帮忙，搬菌棒、打菌种，几万段的菌棒，大家要忙活一整天。深夜10点收工后，主人家总要请帮忙的亲戚朋友吃一顿饭，表示感谢。鸡蛋呢，就是我们美好生活的那个象征。今天大家每人都吃点鸡蛋，然后我们希望我们今年有个好的一个收成，反正多吃一点，然后。林海和村民有着特殊的感情，他们一起走出大山，告别贫困，用双手创造向往的生活。我们的再造，只是说，希望家乡重新焕发新的生机，有年轻人愿意回去，寻找我们自己的根。千百年来，香菇种植技艺不断传承发展，从垛花法栽培香菇，到人工接种的椴木法栽培香菇，再到如今利用木屑、秸秆等农副产品下脚料配制成培养基，代替传统菇木的带料法栽培香菇。虽然香菇种植技艺随时代飞跃，但是林菇共育的绿色生态循环系统始终薪火相传。天人合一、敬畏自然的理念始终未曾改变，而正是因为庆元菇民世代的传承与发展，香菇产业绘制出了一幅壮阔的发展图谱，成为了造福人类的重要农业产业。那么这个系统的概念就非常有意思了。这个地方有香菇，香菇的背景是什么？是大片的森林。我们在认识庆元香菇这样一个概念的时候，应该是以庆元香菇为代表的森林资源有序利用前提之下的一种菌物的利用。这位老人叫吴克殿，虽已过耄耋之年，却仍在食用菌领域耕耘不辍。他被亲切地称为现代吴三公，菌菇界的袁隆平。吴克殿一辈子和香菇打交道，他带领菇民用新技术栽培香菇，大大提升了香菇的产量和品质，让庆元菇民富起来，也让庆元香菇城走出山。现在我三公是吃不消的，没有创新就没有进步，一定要有创新。当前，庆元2000多名菇香师傅带着本地出产的菌种和机械，奋斗在全国16个省、250多个县，为各地扶贫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秋天是水稻丰收的季节，庆元稳定的气候和海拔，不仅为庄稼作物，也为香菇提供了绝佳的生长环境。香菇在清香的大棚间漂浮，这是吴水茂等待数月的收获。高低相间的小路，
陪伴了吴水茂60多年，其中的艰辛只有自己能体会。而在几10公里外临海家的菇棚，标准化的种植模式让这里的菇民收益颇丰。为延续品尝期限，大部分的鲜菇将在晾晒和烘干后销往全国各地的市场。龙岩村保存了古老的烘烤方法，火焰是解锁香菇形态的钥匙，时间是成就香菇美味的密码，在漫长的等待中催化出鲜与香的交响。响声响，响声响哎！吴水茂是个 K 歌达人，每天不唱2嗓子会觉得难受。响声那是空昂呀哎，响起响声哎，而吴水茂最爱唱的还是香菇山歌。草地过河莫西滚。作为非遗传承人，这几10年来，从山区唱到省城，从线下唱到线上，吴水茂不知疲倦。可是网上并没有多少人和他互动，这是吴水茂最担心不下的事情。能唱香菇山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不管怎么样，我自己这一辈子里肯定要传下去，不传下去心中肯定有愧的。我们的老祖宗发明香菇的话，跟现在的这种种植的话也是一脉相承的，还是要我们不断的探索。这也是庆元县副县长吴小军担心的事情。随着时代的更迭，落花法制菇、香菇功夫、香菇山歌等香菇文化日渐式微。吴小军也作为吴三公的后裔，有份肩头的责任。对这个香菇的情感的话，这个是发自内心的，也是我们庆元800年的建设史，就是香菇产业的发展史。何况我的祖宗在800多年前就已经把这个技术推到了全世界的一个巅峰。庆元是世界香菇发源地，我们有责任跟有义务在这方面呢做更多的工作。相信你呀嘛，相信你，落雨落雪嘛好事哎，桑就昂流月大水，人就呀。在吴三公的故乡龙岩村，村民终于等到香菇始祖吴三公故居落成的那一天。过去种植抢这些三根紫色猛大些。操场上，香菇功夫已成为庆元县城东小学的课间操。教室里，菇民戏也成为孩子们兴趣班的最热选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传承的使命镌刻在孩子们的记忆里。古镇上，临海也圆了自己的一个心愿，保留菇寮特色的文创中心休憩一新，迎来四方的客人。而在大山深处，
香菇砍花季生产性保护基地里的椴木上冒出了一朵香菇。一菇一世界，朵朵皆年华。绵延千百年、生生不息的沁园香菇，是大山里自然天成的图腾，是沁园人民的生活信仰，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典范，将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传承创新，香飘世界。